Sun is up, I feel the heat. Walking slow on Summer Street. You and I don't need to talk. Just the sound of shoes we walk. Light wind, soft skin. I can feel it sinking in. Hello， 各位野里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書恆偷偷出去玩特輯哦。大家都應該都還記得，在去年的時候呢，書恆到了新疆的南疆，體會到了這個少數民族的文化跟風土民情哦。那今年呢，我們呢又來到新疆了，但是我們今年去的地方是哪裡呢？是北疆哦。大家都說呢，去南疆呢體驗少數民族的文化，然後呢到這個北疆呢是去體驗風景，去體驗大山大河哦。但是呢，我自己的感覺是呢，這一趟我來到北疆，當然這個風景呢是超級無敵美，這個沒有話講的。但是呢，我覺得讓我最深受感動的事情呢，在於是說呢，我覺得這個在這一次的北疆的整個行程當中，我感受到的最深刻的字就是人這個字。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其實我們在這整個行程當中，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像恰西草原啦，有沒有這個哇那個山景，那個草原，哇那真的是太美太美了。然後呢，我們還去了這個圖庫公路，雖然最後因為封山的原因，我們只好繞開，但是呢，我們也在這沿途當中欣賞到這個圖庫公路周遭的美景哦。所以其實我必須說，北疆的風光，北疆的風景真的是美不勝收。可是呢，在我這一趟的整個行程來看，最讓我有感覺，我剛才已經提到了，其實就是人。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因為我們在這一趟的過程當中呢，我們去了這個黃廣村。黃廣村什麼有名呢？就是這個種植薰衣草，非常非常的有名。因為它的緯度呢，其實跟像日本北海道，還有像法國啦的緯度其實差不多的，所以黃廣村呢，這位種植薰衣草上面呢，非常非常有名，而且我必須講，種得非常好，而且它的整個成本，它的整個呈現出來的效果呢，是超級無敵美。所以如果有機會來到黃廣村的話，大家一定要去體驗一下整個薰衣草的風光，我覺得非常的棒。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提黃廣村呢？其實來自於一件事情，就是呢鄉村振興。那其實呢，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提到了這個脫貧攻堅。因為其實在這過程當中，我有跟他們的這個村長聊天嘛，那村長其實告訴我們說，在過去早年的時候，黄廣村呢，其實他們不是依賴這個薰衣草的，他們是依賴呢這個，比如說他們會種植這個種植一些麥子啊，或者是種植一些這個過去大家習以為常的所謂的這個糧食。那可是種糧食的過程當中呢，他們每一個人的人均收入，年人均收入其實並不高，大概只有3000塊人民幣而已。那後來呢，因為呢，他們這個認為說，因為我剛剛提到他們的緯度其實跟北海道啦、法國啊其實差不多，於是乎呢，他們就推動說，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種薰衣草？可是你要知道，對一般的民眾來講，大家會覺得說，我如果守着我的糧食作物，我一年我可以穩穩的收到3000塊的這樣的一個收入。可是如果今天我改種薰衣草了，我可能一切就歸零了，我可能連3000塊都沒有了。所以其實你要讓他們改變非常非常的困難。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看到了，比如說像是以共產黨黨員為表率，就這個共產黨黨員就出來就是好，那我們就自己率先開始從糧食作物改種薰衣草。那就因為這個樣子，就開始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大家看到了嘛，大家的收入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那所以呢，大家就會開始加入到種植薰衣草的行列。那你就看到了整個黃廣村的收入呢，從我們剛剛提到的人均年收入3000塊，到後面呢變成的是人均年收入是3萬塊，有沒有翻了10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呢，中國大陸其實在脫貧攻堅，在鄉村振興的過程當中，他們是很認真的去針對每一個地方它的特色、它的特質，然後去做發揮，讓他們能夠從這個貧困的鄉村當中走出來。那是只有黃廣村嗎？沒有。其實我們在這整個新疆北疆之旅當中，我們還看到了什麼？我們還去了這個三文魚的這個培育基地。這個三文魚在新疆養殖三文魚，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情。那你知道，我永遠記得，當那時候這個日本排放核廢水，那大陸呢針對日本的這些水產品呢禁止進口之後呢，大家就想說，那大陸的民眾是不是沒有這個三文魚，也就是台灣的鮭魚可以吃了呢？沒有，因為我們就看到，因為新疆早在2014年的時候就開始在推動這個三文魚，也就是鮭魚的培育跟養殖。所以當他們在這個反制或在抵制日本的水產品的時候，
大陸馬上就有底氣，因為新疆的三文魚就跟上來了，對嗎？那你知道這個三文魚的養殖過程呢？它其實呢也幫助了當地600多戶的這個貧困戶，也幫助他們脫貧，他們的收入呢比過去呢他們是在牧民的時候呢都來得更高。所以呢，其實呢這個三文魚的養殖呢也幫助了這個地方呢達到了這個鄉村振興，也讓他們真的完成了一個脫貧攻堅的一個狀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呢，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我們在新疆、北疆的，我們就看到了2個，這個應該是鄉村振興非常好的一個示範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呈現了。那是我們只有看到脫貧攻堅，只有看到鄉村振興嗎？其實沒有，我們還看到了非常多的東西。譬如說，我們像剛剛提到了，我們看到了這個獨庫公路。你知道獨庫公路，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艱辛、非常艱巨的工程。那獨庫公路呢，其實呢，它在196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規劃要去做新建了。那但是呢，它其實中間經歷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去做新建。為什麼？因為你要知道，獨庫公路當中它所經過的地方有那種永凍層。你知道，哪怕到了夏天，哪怕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到獨庫公路哦，都還是會下雪。所以你就知道說，他們在新建過程當中，因為要炸山。然後你還要這個當中要開隧道等等之類的，那個整個工程有多麼的艱巨。而且我剛剛提到，其實他在196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在規劃，那一直到1988年呢，他才徹底的通車。所以你看，這中間其實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而且你想看1988年那個時候，其實整體的技術來講都還沒有這麼的先進跟完備，你就知道這個整個工程呢有多麼的艱巨。那你要知道，本來呢，如果你要從南疆到北疆的話，那中間距離多少？因為你要繞山嘛，所以其實它的距離大概是1000公里。那獨庫公路通車之後呢，它的距離會變多少呢？560公里。哦，有沒有看到那個數字差得非常大？我自己就深有感覺哦，因為呢，我們這一次我剛剛提到了嘛，我們到了獨庫公路，本來想走獨庫公路的，但是後來呢，因為這個天氣不佳，氣候不佳，那而且呢，這個當中還遇到有落石，所以其實呢，獨庫公路就封山了，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走。我們必須要繞出來走別的地方，再不讓走過來。結果你知道，我們整整多了5個鐘頭的車程哦。所以你就知道獨庫公路對於新疆的民眾來講有多麼的重要，你知道嗎？那你要知道，我剛剛講的，其實獨庫公路它從1000公里縮短距離變為560公里之後，你知道這個整個獨庫公路的新建過程有多少的烈士犧牲嗎？總共有168位的烈士在新建的過程當中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而且在這當中有非常多讓人覺得很感動的故事。大家稍後呢可以看我們的後面的花絮，就可以看到我們這當中那個非常感人的這個故事哦。那這168位犧牲的烈士當中呢，有50幾位、57位呢，他是共產黨的黨員，所以你就知道說他們在很多的這個很艱巨的工程啦，或者他們要在那種身先士卒的這些征程當中呢，其實黨員是一個非常關鍵且重要的一個角色。那這168位當中，你就看到有沒有，他有一個碑，他有一個紀念碑立在那邊，是紀念這168位犧牲的烈士。那在那個碑上面呢，其實呢只有刻了128位的名字。那還有40位去哪裡呢？因為那個碑是1984年的时候立的。我們剛剛提到了嘛，整個獨庫公路通車是在1988年，所以呢立的時候呢是128位的犧牲烈士。那後面4年呢又增加了40位，平均每一年增加10位的這個烈士犧牲哦。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獨庫公路的工程有多麼的浩大，有多麼的艱巨，它是非常辛苦的。那同時呢，我們在整趟旅程當中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果子溝大橋。我必須說，你沒有真的認真，你就沒有真的親身看到那個果子溝從那個山脈這樣穿過去，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感嘆那個整個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有多麼的厲害，有多麼的艱巨。你看到之後，你就會發現到說，大陸的基礎建設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強大。所以當我們看完之後，你就覺得說，哇，中國大陸他們在那種玉山開山，就是那種為了民眾的出行方便去做的這些基礎建設，其實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而且你知道嗎？我們剛剛其實我們提到了嘛，這當中有168位烈士犧牲，對於大陸民眾來講，他們是非常感念的。就是對於每一位在工程當中犧牲生命的每一位令人大家尊敬的工程師啊、烈士啊，他們都是會永遠去緬懷他們，會去紀念他們，因為他們都知道。他們現在的方便，大陸民眾的方便，其實都來自於這些烈士的犧牲，所以他們會去紀念他們。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那再來，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整個新疆的建設，因為比如說
我們這一次去了一個地方叫做六星街。我想呢，如果各位有機會到義里的話，一定要去六星街走走，因為真的非常的棒。它既有少數民族的这個特色，同時呢，它也是一個非常有俄羅斯文化的一個街道。那個商圈呢，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文化的地方。那在六星街當中呢，有2個記憶點，我想跟各位分享。第一個記憶點是呢，我那時候跟我們導遊聊天嘛，我們導遊就跟我說，他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來到六星街，它還是一個整體建設，而且還有整體的商圈來講的話，其實沒有這麼發展的這麼好的一個地方。短短6年的時間，六星街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成長，所以這也是让他觉得非常驚豔的。那在六星街當中呢，我們去了一家冰淇淋店，那裡面那個老闆呢，他也是少數民族，我記得他是維族的一個年輕男子哦。那這個維族的小男生呢，我跟你講，他非常的，我覺得他的眼睛是有光的，因為他認為說他的未來絕對无可限量，因為他發現到說，因為他冰淇淋很好吃嘛，所以他在六星街上面生意火爆。之外呢，他就開始呢決定要去展店，要去拓點，要把他的品牌往外推。所以各位未來在有機會的時候呢，很有可能在其他的省份是可以吃到這個新疆的冰淇淋。我必須說，我覺得新疆冰淇淋超級無敵好吃，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一定要去吃吃看，真的超級好吃。而且你知道那個小哥，他的雄心壯志是未來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店開到台北101。你就知道他對他的產品有多麼的有自信，而且他認為他絕對可以成功。就你知道那一刻，我看到他們眼中的那種對於未來的期待，以及他們相信自己會成功的那個信念。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跟蠻多的少數民族聊天。我在跟他們聊天過程當中，你會發現台灣很多的，比如說境外媒體啦，或者台灣媒體的對於新疆的敘事極其的荒謬。比如說什麼呢？比如說很多大家覺得說啊，少數民族啊，這個可能在大陸是被壓迫的啦，等等之類的。可是呢，當你跟這些少數民族聊天的時候，我可以跟各位舉個例子。我老公呢，在前2天的時候，這個跟一個哈薩克的小女孩這個聊天了。那聊天之後呢，就大家在那邊聊嘛，你覺得你怎麼樣啊？因為他是哈薩克族的。他就問他說，你自己的自我認同到底是什麼？那個小女生就講說，我是少數民族，我也知道我是少數民族，我是哈薩克族。可是他的認同，他很清楚知道，我就是個中國人。你知道他是有親戚在哈薩克斯坦的，他有很多的親戚哈薩克斯坦，所以他們常常會到哈薩克斯坦去這個找他的親戚玩啊，等等之類的。那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親戚是哈薩克斯坦的人。那我們雖然都是哈薩克族，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你們是哈薩克斯坦的人，而我是中國人。他其實是很清楚知道，而且他對於自己的是中國人這件事情，他是深表認同的。各位相信嗎？這個小女生的理想就是她的追求，是她希望她今年17嘛，她希望她明年能夠去參軍，他想加入解放軍的行列。所以你知道他們其實非常非常愛國的，他們深深以自己身為中國人為榮。而且其實你知道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我女兒非常的愛騎馬，所以呢我們其實在騎馬都會跟這些少數民族聊天，他們都會講到說他們是暑假的時候回到家裡幫忙呢去比如說這個養馬啦，或者是在這個觀光景區裡面做點小生意啊等等之類的。那但他們平常的時候呢，就是沒有放暑假的時候，他們要幹嘛？他們會在學校讀書，他們會住校，住在學校裡面的時候，他們會去學習，比如說識字啦、讀書啦，然後希望有一天呢，能夠這個走出去，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就你知道，這是他們跟我們講，他們覺得他們這樣子非常的好。這些少數民族，他們覺得他們的這個整體的發展是非常非常好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其實當我跟這些少數民族聊完之後，我其實覺得說，很多時候我們用我們的濾鏡，或者是境外媒體用他們的濾鏡，用他們的想法去詮釋別人的生活，可是實際上你卻沒有辦法感受到他們生命當中的那個煙火氣。所以當我這一趟這樣整體走下來的時候，我沒有錯，我確實被北疆的這個大山、大河、大景，我真的被震撼到了。但是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其實最終還是人哦。好啦，這就是我們這一次書恆偷偷出去玩特輯當中，讓書恆感覺非常有想法，而且非常感動，而且讓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幾件事情哦。那視頻的最後呢，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花絮，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跟我一樣深有感動哦。拜拜。幕後
給大家猜一下，我們現在人正在哪裡？給大家2個線索。第一個線索，我們看到這麼美麗的薰衣草田。第二個線索呢，就是我們背後的這些山脈。這個山脈叫什麼？天山山脈的北段哦。但是我相信，只要是中國人，對於天山山脈絕對非常的熟悉。大家猜到了嗎？沒錯，我們現在在伊犁的黃晃村這個地方哦。那黃晃村這個地方，我跟你講，你要來沒那麼容易。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從成都坐飛機，坐了3個鐘頭的飛機到了烏魯木齊，然後呢，我們再從烏魯木齊呢坐了50分鐘的飛機呢到了伊犁，再從伊犁坐了1個多鐘頭的車子呢才來到了黃晃村。我跟各位報告，我們在這當中呢，沒有錯，我們確實看到了非常美麗的風景。我們看到了天山山脈，有沒有在上面皚皚白雪，山巒的这樣子綿綿的這樣子延伸過去，真的超級美麗。同時呢，我們也在飛機上面呢看到呢很多不同的这個地形啊、地貌啊，像這個沙漠的地形啊，還有呢，我們也看到了這個層層疊疊，還有這個波瀾這個壯闊的一些地形跟地貌。那呢，我們這經過了這麼多的這個交通之後呢，我們終於來到了塞上江南這個黄晃村哦。在這邊之前呢，先跟各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黄晃村哦。黄晃村在過去呢，其實呢，它是一個貧困的村，它的這個人均收入年人均收入哦，其實呢只有3000塊而已。所以其實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收入其實不高，而且過得非常的辛苦。但是透過脫貧攻堅之後呢，他們的收入大幅的增加，而且呢，整個生活的質量呢有大幅的改善。所以今天呢，我們在為各位呢找到一位非常美麗的一個神秘的村莊，大家呢一起呢跟着我們的鏡頭一起下去看吧，走吧。大家看到我旁邊，終於不是臭男生了，終於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哦。那你可以幫我們先自我介紹一下嗎？嗨，大家好，我是晃晃村倪村長。那麼我的全名呢叫倪嘎然阿布敦乃比。倪嘎然阿布敦乃比，所以一听名字就知道你絕對不是漢人。是，对，您是维吾尔族，您是维吾爾族，对，是的。那您是晃晃村的村長，对，是。那我想好奇請教一些事情啊，因為我們節目的調性呢是稍微比較生硬一點，因為我們大家都喜歡探討政策啦、制度面的。我好奇是，你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姐姐，你應該很年輕吧？對。你怎麼會想要，就是會有什麼樣的因緣機會的巧合之下，會讓你來做村長這件事？就首先呢，這個回我們鄉鎮是我自己當時的一個考慮。其實我也想回到家鄉以後，為自己家鄉的發展去助力，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讓這個家鄉發展的越來越好，這是我的一個初衷。那後續的話呢，也是非常有幸考入到了我們這個蘆草沟鎮人民政府。然後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我是農業幹事，負責農業工作。然後像我們政策類的有一些惠農補貼的發放呀，當時是我在負責。對。所以，那你是什麼樣因緣機會這樣，你會覺得說，我也要來做村長這件事？因為其實村長蠻辛苦的，因為你如果本來只是單負責農業，跟到做村長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工作。對，而且所以因為這個像很多東西它都是要不斷學習的。對，像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我們當時政黨委考慮，像晃晃村這邊作為一個文旅小村，它需要一個固定的人去對外進行宣介宣傳，讓更多的人知道晃晃村這一塊地方。那當時也是在我們的鄉鎮政府進行了一次整體的面試和選拔。當時呢，我就第一個衝到前面，我說我想做這個村長，然後想要推薦晃晃村。於是呢，也非常有幸能被選上，然後來到了晃晃村，也是這個契機讓我來到這邊擔任村長一職。就你是有提出什麼樣的方案嗎？就你想要把晃晃村帶到哪裡？就是他們會現場跟我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來到村裡面以後，為了推動文旅產業的發展，你會有哪一些舉措？當時我就說我會運營一個賬號，然後通過這個線上媒體的傳播力度，讓更多的人看到晃晃村，讓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們伊犁霍城縣還有這麼美的一片薰衣草花田。然後也是講了一些會做的內容呀，內容有哪一些呀，故事挖掘類呀等等的。所以晃晃村我知道它本來其實是個貧困縣，對不對？對，是以前是一個貧困村啊。它大概過去你們大家定義在所謂的貧困村的收入大概會在哪裡？收入嘛，對，就是收入的話，其實人均收入是在3000元，那就很久了，在種植薰衣草之前，就人均是3000元。对，那到現在呢？到現在的話，在25年，我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已經達到了3萬元。那差很多是10倍的，是10倍。對，那因為我知道大陸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是打贏了脫貧攻堅戰。那我想好奇的是，就是在你們打脫貧攻堅的這個路程當中，
是你們全部都靠村民自己嗎？還是其實你們也是有像中央啊、地方啊，大家一起來做這些事情？其實是大家一起的。就是各级政府对于我们乡村来说，它对于乡村的全面振兴有一定的政策，还有一定的像我们说，党建去引領，也就是我們政府去引領，做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我們的一些基礎配套設施上的支持。像晃晃村的話，剛開始的時候，它被稱為石頭村。石頭村。對。因為我們這邊的耕地呢，它是石頭比較多，耕地層比較淺薄。然後像我們以往是在3000塊錢那個時候是種那個小麥啊、玉米這種傳統的收入、傳統的農作物，它都是糧食作物嘛。對。那後續的話，就是通過我們的這個。我們會組織我們各個的這個支部書記到周邊的一些比較先進的一些村鎮呀，然後先進的城市呀去學習。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就發現有些是在種這個薰衣草。當時我們的66團8連在種薰衣草，於是就引進了這個薰衣草進行種植，然後逐步去發展到了現在的晃晃村。您剛提到66團8連，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因為我想，可能台灣人對於這個數字會覺得說，啊，為什麼會有個什麼？也是一個地區名，其實你可以理解為，所以它也是一個地區名。對，是的。所以它也是類似兵團。對，兵團。就是我們其實是從其他的兵團那邊複製經驗來到晃晃村這裡，通過組織學習，然後複製經驗來到這邊，然後再去推廣這邊種植。我剛剛其實聽到，就是您這個在整個脫貧的攻堅過程當中，其實沒那麼順利，因為其實大家一開始人對於改變是會緊張的，對，是會緊張的，而且對於我們的農戶來說，他更是保穩定、保本，對，然後後續的話也是。我們是首先，我們有很多黨員，讓黨員去發揮作用，起示範帶頭作用。通過他們的帶領，有更多的這些農戶被帶動起來。那其實像在中間的話，我們政府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們成立的像我們的這個政府的幹部呢，平常都會下到村裡面，然後去給大家說，我們薰衣草種植它的收入增長點是在哪裡。那除此之外，還可以給大家帶來什麼？就是一步一步去通過做工作來讓大家去種這個東西。您很年輕哦，你是大學一畢業？對，大學一畢業，我是來到了這個鎮政府。鎮政府。對，然後24年11月份下沉到了四公村。那你會不會想過去有沒有想說哦，我要出去其他大城市發展，比如說去烏魯木齊啊，或者？其實人在每個階段，他的這個想法都是不一樣的嘛。那剛開始我在年輕的時候，肯定也是想去大城市去闖一闖。但是後續畢業以後，那畢業那一段時間，我是想回村，想回到家鄉，讓家鄉發展得更好，豈不是更好嗎？對，所以說就選擇回鄉創業。據我所知，現在很多大陸的年輕人其實都喜歡，就是會想要回到自己的鄉村做這個創業啦，或者經濟發展啦。那在晃晃村有沒有？就除了你之外，有的。像我們從19年開始發展文旅產業到現在，我們已經有近200餘位的各地的創業者來到這邊在創業。那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定居在這嗎？對，他們也定居在這。對，然後19年也是我們第一批的大學生回鄉，等會兒我們就會看到他們的民宿，建的也是非常好看的。我我們剛坐那個觀光車過來，我就覺得這裡整個村目前我整個看起來那個營造的氛圍非常非常的舒服跟漂亮。這個是所有村民大家一起共同來規劃努力的成果。其實所有的發展是所有人。是我們的群眾外加我們的政府，大家都在做努力，想讓這個地方發展得更好。您剛剛有提到你有做這個新媒體的運營，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你的賬號嗎？我們這個賬號呢，也是從24年10月份開始做的。那這個賬號的名稱就叫晃晃泥村長。然後主要做的內容輸出類就是，首先是景色宣傳，其次就是像我們晃村的一些故事挖掘類的。像我們這些群眾之間，大家互相幫助呀，然後大家一起互相扶持創業致富這種小故事的一些內容。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前面有沒有這個薰衣草？其實我們這邊還有除了風景之外，其實我們還有做研學，對不對？對，有研學。其實我們現在還加工成了很多的這種產品，直接售賣。那除此之外，在三產這一塊的話，就是研學體驗活動多一些。有在網絡上販售嗎？對，也有。現在我們就有門店叫晃晃村，在這個線上店鋪都可以搜到。
所以直播帶貨其實對晃晃村的整體經濟改善上面有幫助嗎？有的，首先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到晃晃村它是有产品的。那晃晃村的产品，大家在这个线上购买以后，体驗感不錯以後，進而也可能會來村裡，然後在旅遊的過程中再去深入的探索一下我們的小村子。那除此之外呢，對於我們整個銷售量來說，它也是一個提升。所以其實我們晃晃村的收入大概觀光旅遊，然後還有像我們的商品販售、研學體驗，然後還有這個直播帶貨，這個都是構成我們整個晃晃村的這個那個收入的增加。對，收入的增長點就是在這一些方面了。那最後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期待說你會希望未來的晃晃村會長什麼樣子？其實未來的晃晃村，我們就是想讓大家有向往的生活，那想讓晃晃村成為大家向往的地方，然後進一步來這邊體驗到向往的生活。然後就會大家就覺得很舒服，因為我覺得剛一來之後你就覺得好懶散哦，很愜意，對吧？對，非常非常愜意，你會覺得住在這邊你就覺得很舒服。對，其實我覺得在晃晃村，光是在薰衣草田邊看着薰衣草花海發呆都能發一下。真的，這邊的薰衣草超級無敵美的。這個非常感謝村長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感謝。也歡迎你們再次來到晃晃村。真的，晃晃村真的非常棒。如果有機會，大家一定要好來多多體驗哦。是的，拜拜。我們現在呢邀請到的是我們的這個洪總。其實我們公司養三文魚的這個過程，跟我們公司董事長的這個創業經歷有關係。我們董事長呢是浙江金華人，他是2014年就來到新疆，來創業。那麼做了20年前期的這個鋪墊，包括做過旅遊建築，然後就是在2014年這個期間，通過當地政府的這個招商引資，先考察了這一片水域，因為新疆的水域資源都是冰川的這種雪龍水嘛，水質清澈、冷涼、富氧。那麼，但是這種有效的這種開發利用是不夠的，所以說政府也想去把它給它合理的開發出來，利用好。那麼公司的董事長帶領的前期的這個團隊呢，考察完這片水域以後，就到國內國外再進行考察，最終選定了我們的全磁三倍體虹鱒，來開展大水面的生態環保網箱養殖，才有了現在的這個新疆天韻三文魚。我看到我們其實在大概2018年左右，17、18年左右，其實我們也幫助了900多戶的貧困戶脫貧了。那我們那個時候是我們在做這片投資的時候，有想到說，我們希望能夠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嗎？還是純粹就覺得說，我們這一塊的這個水域其實非常適合養殖？是這樣子的，其實帶動當地的這種發展，這個初心，我們公司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剛才您說的那個不是900多戶，是609戶。哦，609戶。當時的脫貧戶啊，通過這種扶貧資金入股的方式，帶動他們5年分紅730.8萬元。到目前為止，我們公司總共有800多名員工在這裡就業。大多數60%都是來自於當地的農牧民，其實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就業的機會，而且薪資水平在當地來說的話還算不錯，還算不錯。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去共同富裕發展這樣的一個初心。再有呢，就是新疆的這種產業結構上面來說的話是相對比較單一的。對，大家一說新疆就想到的是草原、沙漠、牛羊，對，就感覺要放牧啊，對，水果啊，就會想到這些東西。那麼漁業呢，其實在新疆來說的話，它的歷史也是比較久遠的。新疆的漁業在歷史是久遠的。就拿我們這條魚來說，早在71年的時候，我們原蘇聯他們就往我們伊犁河裡面增殖放流過這個虹鱒魚。所以說當地零零散散的都有養殖和捕撈到我們野生的這種虹鱒魚的經歷，所以說我們也是響應國家的號召，我們這個叫農業產業化這樣的一個發展，就是把這個產業給它做成一個規模化的這樣的一個體系，是這樣的一個思路。看到我們其實手上其實蠻多專利的，像我們有信心專利啦，還有發明專利啦。對，那我們的專利其實有就是
牆面上看到的啦啊，這只是一部分。對，這是我們牆面上看到，其實集中在就比如說是放養的技術啦，還有這個可能像清除飼料啊、清除魚刺啦，還有這個饲料投餵啊等等，這上面的這個技術，我們花很大的心力去研究如何養殖這個三文魚，對不对？对。就是我們花很大的心力。那我們為什麼會花這麼大？因為其實大家會覺得說養殖技術不都差不多嗎？對，實際上其實我們一直定的都有企業發展的這樣的一個規劃。那麼魚機裝備的這種不斷的迭代升級，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模塊。那麼您看到的這每一張專利背後，實際上都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個問題。我們要去集中精力去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比如說在我們第一個養殖區，因為它的水庫庫容相对較小，只有2亿立方米的庫容。那麼遇到冬季低溫期和夏季高溫期的時候，魚是不是特別舒服的？那麼我們就研發了半封閉循環水養魚系統。它就是去把這個水底恆溫的水給它循環上來解決這個水溫、溶解氧這些指標不能夠滿足我們這個魚類需求這樣的一個舉措。這就是我们董事長帶着我們員工在一線想出來的這個辦法。如果當時不解決掉的話，可能面臨的是不僅僅是魚長不大這個問題，可能會發生魚類這個整體大面積死亡的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遇過最困難的問題是什麼？就會讓公司整個覺得說，這個問題真的太痛苦了。最困難的問題，其實總的來說的話，我們這個產業發展應該是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的這種支持。當然也遇到過一些問題，比如說2018年的時候，那麼國家就提出了關於產業准入負面清單這樣的一個要求，就說是把網箱養殖呢列為了限制類，就說是不能再從事網箱養殖了。而18年的時候呢，是我們企業刚刚上規模的时候，那麼我們就通過層層的這種論證反饋，最終推動了國家關於這一塊內容的一個調整，把我們的大水面生態環保網箱養殖模式從限制類調整到了鼓勵類，來鼓勵這個產業的這樣一個發展。所以相當於其實你們在一線的經驗也相當於是幫助了國家在政策制定的時候的一些參考跟標準。對，是的。因為我看到其實我們這整個公司的這個介紹裡面有提到幾個很重要的內容，這也是整個中國大陸發展的規劃，比如說像這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就相當於是環保上面的要求。另外一個就是新質生產力，就是希望我們的可能在各個產業上面都可以運用到這個新質生產力去運用。那我好奇的是，就是當在面對這兩個政策的時候，你們是前期就已經在做，然後剛好遇上國家在推這個政策，還是其實你們是大力的響應國家的政策？其實是我們，因為我們公司有專門設置的這個政研部門，就是來研究國家的關於產業發展的一些指導的一些政策。就我們都跟着國家政策走，絕對是響應國家的號召。但是開發這條河流的這種初心，一定是要保護好環境，作為一個基礎條件。所以我們說14年在成立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的初心了。環保為先啊，這是我們公司能夠讓這個產業持久發展、健康發展最主要的一個初心。我們養了12年的魚，我們每個養殖區上下游都有放有這個水質在線監測系統，就是這個水的這個一些重要的指標，包括總磷、總氮、氨氮的這些指標呀，上下游的數據是聯網到咱們環保部門的監測平台的。所以是直接連到環保部門的監測平台。監測平台就是上下游的水質沒有發生任何的這個變化，就是因為養魚而造成了水質的污染，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兒是不存在的。這也是國家為什麼支持我們發展比較重要的一個原因。我們現在出口的表現怎麼樣？出口的表現，今年比明年好，明年比後年後年比明年好。我們實際上是23年才開始正式去做這個出口貿易這件事情的。那麼短短的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我們的出口額今年預估在30%，占我們總的這個營業額的30%左右。其實這個增長預計又在增加。對，這個增長速率還是比較快的，而且在國際市場上面，我們的魚得到了一致的這種好評。你們會不會覺得？因為你們的養殖業其實很大程度也成了國家發展的底氣，因為就像之前這個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時候，其實大家第一個想到是那沒有
三文魚是怎麼辦？可是馬上新疆的三文魚的養殖就成為大陸能夠去反制或者抵制日本的這樣的一個底氣。你們那時候看到這樣的相關新聞的時候，你們有什麼樣的感想？然後當大家看到哦，原來新疆可以成為我們國家的底氣的時候，你們有什麼感覺？首先我們是非常非常自豪的，因為咱们中国的發展過程是艱辛但是成果卓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那麼我們也非常榮幸，就說是在這個漁業的這個行業裡面小有建樹。當然，這更是咱們中國人的這種智慧的這樣的一種體現。我們現在的產量來說的話，可能夠供應全國這個三文魚市場的這個需求來說的話，還有一定的這個距離要走。但是一定會把我們的產業做得更大、更好，來滿足我們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這樣的一種向往和需求。我们現在大概佔全中國大陸的市佔率多少？自產三文魚的佔比就是剛才說的，在30%左右。哦，就全中國大陸的市場份額裡面。市場份額的話，佔比沒有那麼高，可能佔到6%、7%這樣子。那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努力。對。所以我們後面的那個整體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因為光是大陸的內部市場就已經前景開闊了，更不要講全球的整個市場來講的話。是的。所以我們的未來就有更大的發展。其實我們自己企業也有建立的有這種目標，我們要打造全球最具價值的水產企業。哦，所以新質生產力對我們整個公司的發展來講，有怎麼樣的一個正向的幫助嗎？新質生產力其實主要針對的是這種新興的這種產業，但是對於我們企業來說的話，實際上我們也一直在培育我們新質的漁業產業工人。這個新質體現在我們漁業的這種裝備技術呀、養殖模式呀，然後包括我們的一些管控的一些設備上面，能夠讓它呈現這種數字化、智能化的這種發展，那一定要有這種人才來匹配。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戰略布局。所以在未來的話，我們可能可以透過新質生產力，一方面增加我們這個三文魚的養殖的數量、存活率，對，然後也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的產生。是在環保呀，包括這種剛才您說的這種企業的降本增效方面，都會有非常非常突出的這種表現。我們這條公路修建完之後，就產生了一副對聯：碧雪灑滿天山，捐軀為肥，為國威軍威振奮，夫妻豐衣於10年，幸福何在？為千家萬戶團圓。啊，你想我們這個軍人，包括我們這個家國情懷還是很重的。這就是我們現在犧牲了128，但是我們後面是168，因為這條公路修建了14年，所以說後面犧牲了40位軍民刻到上面去，因為還原歷史的一個原貌。啊，所以後面40位後面也是有刻上去的，有都有，就是這個碑上面是沒有刻。對，這個碑是84年咱們立的，但是這條公路呢到88年才徹底竣工。所以說這4年之間又犧牲了40位，就沒有刻到上面啊，因為對犧牲了10位。對，因为咱們就說這是還原歷史的一個原貌。啊。故事當中的班長、副班長，對，鄭林書和羅強可以指給我們看。他們兩個是什麼？他們兩個是班長啊，班長、副班長。鄭林書跟羅強。這個故事呢是怎麼回事？主要是就是說80年的時候，由於我們這個天氣比較惡劣，山上和山下失去了聯繫，下了一冬天的大雪，山上和山下失去聯繫。團首長命令呢，鄭林書班長，帶領3名戰士上山傳達指令，相向前行，把道路及時打開，把人員解救下來，再把物資送上去。接到這個命令之後，是下午6點多就到炊事班拿了僅有的20多個饅頭，40多公里山路，預計1天1夜就能夠到達。越走雪越深，沿途又突遇了暴風雪，最後在冰天雪地裡面迷失了方向。就是這樣子，大家在冰天雪地裡面爬行了3天4夜。就這樣，為了完成這個指令，大家就是吃雪，2天多
就是渴了餓了吃把血。最后的时候，班长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仅有的一个馒头，这个馒头意味着谁吃谁就存活下去的希望。最后班长决定把这个馒头给我们这个陈军贵他吃因为他年龄最小，兵龄又最短，所以说就给他吃了。他们都说我们都是老兵，又是共产党员对，所以说就给他吃了。完之后，这牺牲前班长才24岁来自咱们湖北罗田县咱们副班长罗强牺牲前才22岁对，事后得知他们出事地点到他们死刑目的地仅剩了3公里最后扛不下去。对，扛不下去了。但是跟这些就是说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就说人在这个尤其是在冻的过程中，濒临说是感觉到身体特別熱，一件的脫衣服，最後一件衣服都不剩了最後才了解，我在百度也查了一下，這叫失溫失溫室溫感到熱你像我们这个李遠麗犧牲前都是，因為我們這個獨庫公路來說，一到夏天的時候是施工的黃金季節，6、7、8、9，因為這個季節剛好施工的黃金季節，每天爆破就是100餘起每天都在爆破，所以說就是說呢，今天你能不能吃上今天中午的飯這是一個未知數這是一個未知數。爆破的過程中你還排啞炮這個埋到下面了，你還有一些這個大石頭它這個當量控制不了，有時候塌方所以說就犧牲的比較多為什麼說路是躺下的碑，碑是豎起來的路